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去给女友挑选钻戒时，却看到女友在成人用品店门口和一个男的热情拥吻，路过的人都会心一笑，堂堂正正撒狗粮，一看就是模范情侣。他们看起来真幸福，简直天生一对啊！接下来就该干柴烈火了，年轻真好啊！女友看见我后反而理直气壮，她是枫林集团的高管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抬头看向那男人，竟是公司新来的临时工林聪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林聪搂着女友宋林的腰，朝她脸上狠狠亲了一口，目光挑衅看着我。宋林冷冷出声：“徐峰，你别吃醋，别闹，快回去，扰了林总的兴致，你担待不起。”随后看向林聪，眼神拉丝：“林总，我男朋友不懂事，待会儿去酒店，我好好给你赔礼道歉。”我站在原地没有动，露出一个微笑：“你说陪他是为了我？为了我什么？”宋林对我大吼着：“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你说你在枫林集团上班，可林总根本不认识你，你就是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。我要不结交些大人物，以后跟你一起喝西北风。我是枫林集团的董事长，林聪这个新来的临时工拿什么认识我？我没有拆穿他，失望地看着宋林。所以你就拿身体去结交？围观的路人听到后纷纷指责宋林不守妇道，他气得面色通红，对我大吼：“你有什么脸说我？旁边那个是你养的小三吧？我早知道你是个渣男，所以才结识林总。我选择优秀的男人，我有什么错？”说完，他一把抢过我手里的钻戒，朝助理楚梦瑶脸上砸去。钻戒划破楚梦瑶的脸，他却满不在乎，蹲在地上寻找钻戒。围观的人群听到宋林的话后，把矛头对准了我，还好意思恶人先告状？我呸！下头男，姐妹做得好，只有林总这么优秀的男人才配得上你。曝光这对狗男女，看他们还敢不敢大摇大摆地出门买钻戒。他们拿出手机朝我脸上拍着，嘴里肆无忌惮骂着脏话。宋林露出会心的笑容，在一旁说着我的姓名、地址和身份证号码，引导他们发到网上网暴我。楚梦瑶站在我身前，替我挡住摄像头：“不是这样的，徐总是好人，你们别污蔑他。宋姐姐，你误会了。枫林集团是徐总一手创建的，林聪才是骗子，戒指也是徐总专门给你买的，上面还有你的名字呢。”楚梦瑶小心翼翼擦拭戒指，生怕宋林看不见里面的名字。宋林捂着腰大笑起来，满脸嘲讽：“枫林集团的老板，那样的大人物也是你这个穷光蛋能冒充的？你要是老板，能不认识林总？这种谎言也只能骗傻白甜了。”林聪故作深沉，用语重心长的话对我说：“人穷不可怕，但不能不要脸。我和我们老板可是铁哥们，要是让他知道你冒充他，他会要你命的。你还是好自为之吧。”围观的人也爆发出哄笑声。枫林集团的老板可是个痴情的人，据说公司的名字都来自他和女友，这种渣男也配冒充？小伙子别装了，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爱吹牛？宋林一把抢过楚梦瑶手中的戒指，丢在垃圾桶里。楚梦瑶急得要去翻垃圾桶，我把她拉住。宋林嫌弃地看向我们：“这样廉价的便宜货，徐峰你要不要脸？泡妞也不舍得下点血本，就别穿着枫林集团出品的衣服出来，丢人好吗？”林聪装模作样拿出手机朝我拍照。
回去后我会让公司把你拉黑，你没有资格再购买枫林的任何东西了。对不起，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宋林满眼崇拜地看向林聪，不自觉把头埋进他怀里。我微微一笑，你有那个资格吗？临时工。林聪眼底露出一丝慌乱。宋林指着我的鼻子，劈头盖脸大骂：谁是临时工？你全家都是临时工！宋林说着，从林聪口袋中拿出一个厂牌，狠狠揉在我脸上。徐峰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，林聪可是枫林集团的 CEO， 你自己是底层人，就以为所有人都是底层人吗？快跟林总道歉！我从口袋中拿出一根香烟点燃，轻轻吸了一口，烟雾吐在林总的肥头大脸上。道歉？他也配？说完，我从口袋中拿出枫林集团的厂牌，上面赫然写着枫林集团董事长徐峰几个大字。宋林看向厂牌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徐峰，你是不是没睡醒啊？不行，我要笑死了，哈哈！林聪一把夺过厂牌，用打火机烧了。你三番五次冒充我们董事长，现在跪下道歉，我可以考虑饶了你，否则你就等着律师函吧。楚梦瑶站出来为我证明，却遭到宋林的嘲笑。你可真是蠢啊，也不看看徐峰是什么货色，就上赶着贴过去。路人也肆意嘲讽着他。楚梦瑶被说的缩了缩脖子，看了我一眼后，坚定地咬咬牙：不是的，徐总说的都是真的，公司就在旁边，我们可以一起去问。宋林立马答应，他满脸正义地看着我：今天我要当众拆穿你这个骗子。林聪心虚地拉着他，结结巴巴：现在是上班期间，别过去捣乱了。路人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纷纷挑唆。宋林也坚持要去公司拆穿我。林聪额头冒着汗，他拿出手机发了几条消息后，神色逐渐轻松，又恢复了往日的嚣张。他恶狠狠看着我，谁是假的，谁就要给对方下跪磕头，叫一句爸爸，并发到各自的朋友圈。我笑着点了点头。宋林嗤笑：你要是枫林集团董事长，我也叫你爸爸，我全家都叫你爸爸。路人拿出手机，将我们说的话录了下来。前往公司的路上，一条坠子从我身上滑落。2年前，我被竞争对手袭击溺在水里，被宋林救了起来，他给我做了人工呼吸，才让我得以活命。我恍惚间从他身上扯下这个坠子，宋林折返回来拿坠子时，我才知道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他救了我的命，我愿意给他一切，便追求起他。楚梦瑶捡起坠子，脸上红扑扑的，她低着头，手指停揉搓裙边。我的坠子怎么在徐总身上？我看向他，露出一个和煦的笑容。你误会了，这是宋林的。他委屈巴巴看着我，可是，他没有接着往下说，只是嘟着嘴，一脸不悦。公司的人看见我们到来，脸上都挂着尊重，嘴里大喊：林总好。林聪有模有样摆了摆手，转头看向我：废物，看见没？快跪下磕头，叫爸爸。宋林满脸不耐烦：徐峰，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说完，他靠在林聪怀里，眼神妩媚：亲爱的，你真厉害，晚上我要好好奖励你。看热闹的人把我围在中间，你是麻袋精转世吧？这么能装，穷就算了，还爱吹牛。我要是你女朋友，我也出轨，你就活该被戴绿帽子。姐妹，我支持你。我一脸懵逼，完全不知道公司的人为什么对这个实习生那么尊敬。林聪抓着我的领子，拿出手机对着我的脸：今天不下跪别想走。
宋林也拿出手机拍着我：“姐妹们，看我新找的男朋友多厉害！第一次见面就让前任下跪。”路人也围着我，指着我的鼻子，让我信守承诺。楚梦瑶赶忙站在我身前：“徐总没骗人，求你们相信他好不好？”没有人理他，围观的人不断喊着：“跪下，跪下！”楚梦瑶见怎么辩解都没人听，急得膝盖弯曲。我替徐总跪，我把他拉住，冷冷扫视着人群：“徐峰，你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吗？”宋林上前拽我，我用力将他推在地上。林聪上前帮忙，我一脚把他踹在地上，他抱着我的大腿：“大家作证啊，徐峰打我了，我是枫林集团的高管，你要赔偿我误工费，等着倾家荡产吧！”人群纷纷上前拉住我，用手指不断戳着我的脸，骂我黑社会，让我赔钱。楚梦瑶上前帮我，被他们推搡在地，我扶起他，把他护在身后，怒吼一声：“够了，都给我滚！”公司的总经理刘伟听到我的声音，连忙赶来，毕恭毕敬把我请到办公室。从他口中得知，是林聪求公司同事帮他演戏骗宋林。我被人群围在中间，公司的人压根没看清是我。他低着头，不断跟我道歉：“徐总，我该死，我是怎么也想不到林聪那个临时工敢对您不敬，我现在就去弄死他！”我把他拉住，径直走出办公室。宋林看到我，冷嘲热讽：“敢在枫林集团大吼大叫，被骂了吧？真是个乡巴佬。”林聪则上前拉着我的袖子：“刚刚那可是总经理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赔偿我的误工费。”刘伟想上前训斥他，被我一个眼神制止。我打趣地看向林聪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被开除了，这样我就不用赔偿误工费了。”紧接着扭头看向宋林：“看在你救过我的份上，好心劝你一句，离这种人远点。”宋林抬手狠狠给了我一巴掌：“徐峰，你够了，演上瘾了是吗？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你。”刘伟赶忙冲到我身前，推开宋林，把他们两个给我丢出去。“林聪，你被开除了。”宋林不知所措，看向林聪。林聪也慌了，他不断跟刘伟求情：“刘总，你是不是被这废物蛊惑了？他就是一个骗子，您别开除我，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，求求您了。”他找同事们帮他求情，所有人都像避瘟神一样躲着他。林聪怒气冲冲走到刘伟身前：“你一定是收了这小子的钱，帮他害我。我告诉你，徐董事长可是我哥们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！”宋林见林聪说话这么有底气，也指着我大骂：“徐峰，没想到你为了骗人，居然花钱收买刘总，你们等死吧！”枫林的徐总可是林聪的兄弟。林聪在公司墙上找到我的电话号码，拨了过来，我的手机也震动起来。我轻轻按下接听键，林聪拿着手机，一脸谄媚，语气恭敬地说道：“徐总你好，我是公司的小刘，本来不想打扰你，但我发现刘伟勾结外人，胡乱开除公司的员工。”我拿起手机，笑了笑，看着他：“哦，你被开除了。”所有人的目光纷纷看向我，眼底满是震惊。刘伟站在我身前，不紧不慢介绍着：“这位就是枫林集团董事长徐峰。”林聪低着头，挤出一丝笑容：“徐总，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原来都是自己人啊！”哈哈。我面色冷峻盯着他：“谁跟你自己人？你已经被开除了。”临时工。林聪流着泪跪在地上：“徐总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您要是开除我，我可怎么活啊？”说完，他走到宋林身旁，抓着他的头发狠狠甩了他2巴掌：“
都怪你这个婊子勾引我！快告诉徐总，是你勾引我的！他一边吼，一边扯着宋林的头发，把他扯在我面前。在我的示意下，公司的员工把二人拉开。宋林回过神来，呆愣片刻，一脸悔恨，温柔地抚着我的脸颊。阿峰，对不起，我们复合吧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听话。我看着宋林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，笑了笑。滚！看热闹的人群也嘘声一片。这女人脸皮真厚，徐总做得好，为我们男人争光，这才是真男人啊！敢爱敢恨，那个林聪就是个骗女人的渣子。宋林低着头，语气诚恳地求我复合。徐峰，是人都会犯错，你原谅我一次怎么了？我深知狗改不了吃屎，出轨这种错误是不可原谅的。见我不答应，宋林突然扭头盯着楚梦瑶，一脸阴狠，他面容扭曲在一起，冲向楚梦瑶，用指甲抓着她的脸。一定是你这个狐狸精勾引我的阿峰，今天老娘就让你破相！我赶忙拉开宋林，担心的给楚梦瑶擦药。他脸上带着内疚，小声说道：对不起徐总，让你被误会了。我阿妹好楚梦瑶后，愤怒瞪着宋林，他突然大笑起来。徐峰，看你是早跟这个狐狸精好上了吧？否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枫林集团是你的？我不告诉宋林这事，是因为他大嘴巴，担心他到处说，被人算计。可这些年在钱上，我并没有亏待过他，他需要什么我都给他买。我也打算过告诉他，多次邀请他来公司，他总是满脸鄙夷，不去，太丢人了。给一个小员工当女朋友，让别人知道的笑死我。我不紧不慢跟宋林解释着，他满脸懊恼。突然，他上前抓着我的领子，恶狠狠瞪着我。徐峰，你这条命是我救的，我也不要求你复合了，给我枫林集团一半的股份，救命之恩大过天。大伙说是不是啊？没有我，徐峰早死了。宋林煽动着人群，林聪见此情景，眼里闪着光，挺直腰板站在我身前。姓徐的，赶紧把股份给琳琳，你要是敢忘恩负义，我们就把这事发到网上去。我并不怕这事闹大，只是想和宋林断和干净，便点头答应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再无瓜葛。宋林正在原地，脸上略带失落。林聪兴奋地拉着他签合同，他才笑了起来。楚梦瑶拦在我们身前，不行，徐总你不能把股份给他。我朝他露出一个和煦的笑容，放心，影响不了我的，给就给了，他救了我的命，给他也是应该的。楚梦瑶拼命摇着头，宋林粗暴地把他扯到一旁。我凶狠盯着他，沉声道：你再感动他一下试试。宋林吓得不敢说话，站在原地不敢动弹。楚梦瑶吻着嘴唇大喊：救你的人不是宋林。宋林脸上闪过些许慌乱，随即上前撕楚梦瑶的嘴：我让你乱说话，老娘撕碎你的嘴。林聪在一旁帮他摁住楚梦瑶，还顺手在他身上摸了一下。我顿时火冒三丈，把二人隔开，冷冷盯着他们：你们想死是吗？楚梦瑶看着宋林，眼神坚毅：救徐总的人是我。现场顿时安静下来，随即爆发出一阵哄笑。宋林肆意嘲笑着：原来是眼馋我的钱啊。楚梦瑶从我口袋掏出坠子，拧开后盖的螺丝，里面是一张他的大头照。我愤怒地走向宋林，把他逼到角落：你为什么骗我？那些歹徒是你的同伙吗？宋林低着头，发疯般摇着头：不是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找个饭票。林聪拉着宋林就要离开，我挡在他们身前：还记得赌约吗？林总，
林聪想装傻充愣离开，却被看热闹的人群拦住。他们把二人围在中间，跪下叫爸爸，跪下叫爸爸。二人见走不掉，只好朝着我跪下，不情不愿地喊了声爸爸。我一脸嫌弃，滚吧，我可生不出你们这种败类。宋林不甘心地看向我，阿峰，你真要这么绝情吗？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楚梦瑶站在一旁，手指卷着裙摆，紧张地看向我。我冲他露出一个安心的笑容，随即呵斥宋林，滚！他们走后，楚梦瑶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她脸上露出少有的不悦，再走到一旁接听起来，似乎在和电话那头的人争吵。她泪眼婆娑，对着麦口大吼，我是不会辞职的。我没有询问楚梦瑶电话里的内容，默默给她递了包纸巾。他的手机收到一条消息，为了个混小子断送自己的前途，你今天不辞职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我默默陪在楚梦瑶身旁，待她擦完眼泪，才了解到事情原委。楚梦瑶在给我做完人工呼吸后，觉得把初吻给了我，便开始留意起我来。他父母安排他出国留学，他原本已经答应了，却在校招上看见我在招助理，他莫名其妙推掉父母的安排，浪费留学机会，应聘成了我的助理。他父母便隔三差五逼他辞职。徐总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你别误会。他的小脸涨得通红，随即他看着手机，眼神黯淡下来。我该走了，您多保重。我死死抓住他的手，靠近他的脸颊。你要是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我脑海里闪过楚梦瑶站在我身前，无所畏惧的身影，挥之不去。我追求起他，他又惊又喜地答应了。为了让他父母安心，我决定去见他们。我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。当初见宋林的父母，就被他们一顿嫌弃，张口闭口就是彩礼，婚后的财政大权要交给宋林等等条件。楚梦瑶的父母见我独自去见他们，连连夸我有担当，全然未提彩礼，只是让我好好对待楚梦瑶。在得知我是枫林集团董事长后，更是乐得合不拢嘴。商量好结婚事宜后，我便离开了。没想到几天后，楚梦瑶竟给我发了条短信，要跟我分手。我给她打电话，始终无人接听，也没来公司上班。我担心的立马赶去她家，她紧闭房门，在屋内用哭腔大喊着：徐峰，你快走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！我以为楚梦瑶是心情不好，便打算让她冷静冷静。几天后，楚父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他把自己关在屋内不吃不喝3天了。我连忙赶去，敲门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后，便破门而入。楚梦瑶已经晕倒在床上，手里死死抓着手机。我拨打急救电话后，翻起了他的手机，看到他和宋林的聊天记录。宋林威胁他，如果不和我分手，就在网上说我养小三，让枫林集团和我受人唾骂。我宋林得不到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得到。楚梦瑶醒后，我抱着她，安慰了她许久。她表面平静，眼底却满是担忧。我抓着她的手，眼神坚定看着她。我徐峰这辈子何曾受制于人？随即打电话把宋林大骂了一顿。宋林歇斯底里吼着：徐峰，你等死吧！宋林挂断电话后，在网上发了条视频，视频很快上了热搜。我也差点因为这条视频而万劫不复。视频中，宋林大哭着骂我出轨，还附上了那天围观人群指责我和楚梦瑶的监控，并把我最近在医院照顾楚梦瑶的照片贴在视频末尾。宋林在镜头前抹着眼泪，可能是我人老珠黄了吧，
配不上他这个大老板。他喜欢年轻的也正常。视频底下全是骂我和楚梦瑶的评论，男人都一个德行，有钱了就出轨。姐妹们千万别信男人说的话，渣男赶紧死绝好吧。这小三一看就是个绿茶，穿得这么风骚，以后全力抵制枫林集团的产品，谁买鄙视谁。我和楚梦瑶的信息被人肉出来，许多网友堵在公司门口拉横幅抵制，公司的员工被他们吐着唾沫大骂走狗，没有底线，还被拍照发到网上避雷。员工们有一些承受能力比较差的，连忙找我辞职。徐总，对不起，我们有家庭要管。我也表示理解，批准了。经销商也纷纷前来退货，解除合作。宋林和林聪趁着热度开直播，编造我和楚梦瑶之间的奸情，引发观众们的共情。礼物收得盆满钵满，观众们肆意宣泄着情绪，满屏幕都是诅咒我和楚梦瑶的话，还有一些祝福宋林和林聪的话。博主别伤心，离开渣男后，你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，好磕，一定要一直在一起。宋林得意地笑着，大家在我直播间骂就好了，梦瑶妹妹还在住院呢，千万别去医院骂她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生病了，真让人担心。直播间的观众夸赞宋林善良，同时也组织好去医院找楚梦瑶的麻烦。楚梦瑶在医院养着身体，一群网友闯进病房，对她骂着各种脏话。她想解释，可那些人根本不给她机会，拿着手机拍着她的脸，对她说着污言秽语，造着各种黄谣。有几个男网友不断打量她的身材，要不晚上陪哥乐呵乐呵，反正你也是个给人当三的婊子。楚梦瑶流着泪不断反驳，直到医院的保安把人赶走。保安嗤之以鼻看着她，当小三就别怕被人骂。当我赶到时，楚梦瑶独自坐在病床上，眼神空洞，嘴里不断重复，我不是小三，我不是小三。我把她拥入怀中，轻轻拍着她的背。楚梦瑶缓过神来后，再也控制不住，眼泪喷涌而出。宋林给我发来消息，徐峰，没有你，我也能过得很好，而你没了我，只能像条狗一样。你只是走了狗屎运，创建了枫林集团，比我家林聪差远了。我联系成人用品店的商家，表示愿意花高价买他店里的监控视频，他也同意了，愿意和我面谈。我看着楚梦瑶满脸的泪痕，握紧双拳，宋林，我要你身败名裂。我到成人用品店时，看着紧闭的店门，给店主打电话，却始终无人接听。找人调查后才知道，宋林和林聪已经先我一步买走了所有监控视频。网友的行为越来越过分，已经骚扰起我和楚梦瑶的父母了。他们迫于压力辞去了工作，打电话来安慰我，小峰，你别担心我们这也算是提前退休了，你别有心理压力，多注意自己的身体。楚梦瑶每天以泪洗面，却时不时打电话安慰我，关心我。我向他们保证一定会洗清自己的冤屈，可转头却又苦笑起来。目前根本没有任何证据，只凭一张嘴，没人会相信。在我抓耳挠腮时，一个满身伤痕的陌生女人找到了我，她自称是林聪的老婆。她给了我一段视频，是那天全程的监控录像。从她口中我得知，林聪做主播挣钱后，光明正大和宋林在一起，对他和3岁的儿子不管不顾。他找林聪沟通，却被他毒打一顿。从那次后，林聪隔三差五家暴他，他被打进了医院。林聪为了陪宋林旅游，
把3岁的儿子丢在家里，要不是邻居发现的及时，已经被活活饿死了。这视频是我从他电脑里偷的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让这个恶魔付出代价。我看他们娘儿俩也不容易，为了感谢他，给他转了50万。他犹豫不决，看了看怀里的儿子，还是接受了。这钱算我借的，以后一定还你。我拗不过他，出于尊重，只好答应。我把视频原本发到网上，并和楚梦瑶一起讲述我们相识和相爱的经过。林聪的妻子也拿着结婚证，当着全网的面戳穿他的真面目。宋林和林聪的直播间瞬间沦陷，观众们让他们站出来说明事情原委，二人只能辱骂我们，无能狂怒。网友看他们的表现，相信了我的说法，纷纷去直播间讨伐。这直播间是快递站吧？一个大贱货，一个小贱货，你们2个一定要一直在一起，作死，别出来害人了，欺骗我们的感情，退钱！观众们纷纷举报直播间，要求退钱，钱很快退了回去，直播间也遭到封禁。宋林发来消息指责我：徐峰，我们几年的感情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就因为我出轨吗？我只是犯了每个女人都会犯的错。阿聪说的对，你就是个小心眼。我没有回复他，径直走向工商局，把枫林集团改名成了枫瑶集团。所有员工都不解，毕竟枫林集团的名声已经打出去了。我看向身旁的楚梦瑶，笑了笑，那些东西和他相比，算得了什么呢？我和楚梦瑶成了网上的模范情侣，公司趁势推出几款情侣装，很快便被抢购一空。为了赶上供应，多次加大了生产规模，还是供不应求，公司的市值也节节攀升。林聪被他老婆起诉，净身出户，和宋林蜗居在城中村。宋林发了条朋友圈，是他和林聪拥吻的照片，并配文：即使失去了一切，但至少还有你，我最爱的林先生。他把朋友圈转发给我：徐峰，你做了我这么多年的舔狗，肯定对我有感情吧？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就跟你走。我把消息给楚梦瑶看过后，截图了一份，发给林聪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宋林每天跟我卖惨，是不是还咒骂我？我把他拉黑了，和楚梦瑶筹划起婚礼。婚礼前一天，楚梦瑶被绑架了。林聪给我发来消息，让我不许报警，带500万过去赎人。我不敢冒险，便按照要求独自带钱过去。楚梦瑶被绑在椅子上，林聪正扯着她的裙子，眼里满是银光。宋林站在一旁，他瘦成了皮包骨，眼神空洞，身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余痕。他看见我后，眼里闪着光，一瘸一拐朝我走来。阿峰，你来看我了。我避开他，径直奔向林聪，把他扯开，心疼地抱着楚梦瑶。林聪看见钱恢复了些许理智，看向一旁呆愣的宋林，狠狠甩了他2巴掌。臭婊子，傻站在那干嘛？快来帮忙拿钱！我解开楚梦瑶身上的绳子，正要离开，后脑勺传来一阵剧痛。林聪拿着根钢管，恶狠狠盯着我。我让你走了吗？我把楚梦瑶护在身后，钱你拿走，我不会报警的。宋林也拉着林聪的手，让他们走吧，我相信阿峰。林聪瞬间暴怒，把宋林撩在地上，狠狠踩着他。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林聪打完宋林后，拿着钢管朝我逼近，我护着楚梦瑶一步步后退，很快便退到阳台。林聪把钢管挥向我，我背对着他，死死护着楚梦瑶，背后传来阵阵剧痛。林聪见我没了还手之力，朝我扑来，
把我往阳台外摁，他想把我推下去。这里是5楼，掉下去必死无疑。楚梦瑶上前帮我，被林聪甩在地上，用钢管砸晕，我的身子一点点往外悬空。林聪狰狞地笑着，就在快要掉下去时，身上的推力消失了。林聪满眼不可置信地看着身后的宋林，宋林手上拿着把染血的水果刀，疯狂刺向林聪，直到林聪到底没了气息，他才丢掉刀，大哭起来。我向他道谢，他摆了摆手，我不杀他，迟早会死在他手上，他就是个恶魔。从宋林口中得知，林聪每天都酗酒，喝完酒就把他往死里打，他的腿被打瘸了，非但不让他去医院，还继续砸着他的腿，把他痛苦的样子录下来。没钱买酒时，林聪就逼他去陪别的男人换钱买酒喝。宋林看着林聪的尸体，吐了2口唾沫，痛快大笑起来。随即他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被带走时，他满脸真诚看向我和楚梦瑶，祝你们幸福。宋林被判了无期徒刑。我和楚梦瑶的婚礼如期举行，各大网红媒体纷纷前来拍摄并送上祝福，丰瑶集团的名气也越来越大。司仪看着我，请问新郎，你是否愿意娶你身边的新娘楚女士为妻？无论今后疾病健康、贫穷富贵，你都愿意照顾她直到永远吗？我看向一袭婚纱，美丽动人的楚梦瑶，攥紧她的手，眼里只有她的身影。我愿意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